大家好，我是13。那我们今天要试的是 Street Triple R 765。哦，这质感超好。好，我们来启动。哦，这仪表板有没有这么漂亮？哦吼！原来是说我手太小嘛，我觉得那个方向灯有点难抓。好，调整一下我的镜子。这仪表板是我目前看过液晶萤幕最漂亮的一个，它比 KTM 的还要漂亮。当然，因为这是车商试骑活动，所以他说也不能调整模式，有点可惜。然后现在是道路模式。仪表板上看起来好像高转是到12500转。骑乘姿势哦，非常舒服。虽然说它叫 Street Triple， 可是不要被它名字骗了。它虽然这台车呢，其实上赛道啊，哇，那也是非常非常可观。那我这台是 R 版，然后还有分 SR， 还有 RS 版。那 RS 版是最高等级嘛，我记得是Öhlins 全部马力输出好像也不一样，更高。那 R 版的话呢，就算之前的话 R 版一直都是最高阶，然后现在 R 版变成比较算是中阶。不过我刚刚看的也是有配 Brembo， 然后输出我记得也是比 S 版高一点。那主要就是它的那个电控的模式呢，好像多了一个比较竞速模式，还是 Sport 模式。好了。好，其实这台车呢，就是跟 NT09 可以做个比较。好，第一印象，哇，这台车感觉非常的细致啊，骑起来感觉东西好扎实哦。这 NT09 的话比较有点粗。那我先坦白说，我对 Triumph 的车子啊，其实没有那么大研究。我以前骑过 Triumph T100，除了那次经验之外呢，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Street Triple，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更知道细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上网看一下其他的评测。因为我这做简单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这台三缸车不只是 Triumph 的代表作，其实也是所有三缸车界里面的代表作。因为过去其实市面上没有什么三缸车种，我可以看到就是这台，然后一直到后来雅马哈就是杀出一台 MT09， 就是才出现啊，原来开始慢慢渐渐大家对三缸车越来越有兴趣。那目前我们都在市区骑乘啊，所以还不能怎么样发挥。那听说他等一下会带我们去上高速公路，所以可以跑一小段。那以骑乘姿势来讲，我可以跟你说，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可是感觉上又好像不吃它的操控性。等一下前面试试应该会更有体验。那低转的公油部分呢，非常的平顺，这点跟 MP9 不太一样。对，目前在5、6千转的时候，我觉得公油是非常平顺，你给多少它出来多少。MT09 比较有那种就是喷出来的力量的感觉。那这颗765引擎呢是 Triumph 全新的引擎，它
这次如果有看 MotoGP 的话，应该知道他接下来我说，如果有看 Moto2 的话，现在这车新的型765 3缸就将会是之后 Moto2 所用的规格。取代的是之前600RR 的4缸引擎。就我之前看人家他的介绍，他是说这台车的取向呢，就是结合了4缸高性能、高马力的特性，然后再来配上3缸的低扭。那它并不是全部着重在扭力方面。那我自己以前在玩4缸车的时候呢，时不时会看到这台3缸车种。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是圆灯嘛，就看别人骑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觉得没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觉得长得很奇怪。就是你街车，可是前面怎么会双个圆灯？那长得像那个挖移机器人那样。那你也知道，一开始刚骑车的时候呢，都是外貌协会居多嘛，其实车子长得很奇怪，也就不会想要特别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只是喜欢看仿赛车种、跑车啊，反正对这种车种就没有特别去看，也没有特别研究，但也不会想要来试骑。那一直到最近骑了越来越多不同车种之后呢，接触到不同街车，才会觉得，其实还有这么多不同的车可以试试看。那很高兴，就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能试这台车。因为我现在目前骑过来，我真的觉得，因为这台车我觉得骑起来就3个字：高质感。那握着这个手把，可以感觉到车子引擎的震动。这个引擎震动是跟其他车完全不一样，还蛮有趣的，有点那种123、123、123的感觉。刚刚骑这台车之前啊，他们就一直问我骑车的经验，因为他们所有的 Triumph 里面的车种，他们最担心就是别人来试骑这台车。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可是目前骑起来感觉，其实我觉得没有 MT-09来的可怕，反而就是很顺，有点4缸车的感觉。在 Jeep Rubicon 的轮胎好大声，还有改。好了，我前面会经过高速公路，到时候可以试试高转。好，故意保持2档。好顺，好，我这次学乖了，故意保持低档位。高速高转的时候，在8000转这边，手把有一点微微的小震动。好，故意换一下高档，6档。哦，悬吊反应很好，很喜欢。好爽！刚刚刷隔壁那台车卡，根本没送。好，它档位显示好可爱，它是转到5，然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画这样移过去。
现在时速大约110这样的巡航。接车就是风阻大，然后我又戴越野帽。可是以4、5千转这样慢慢的巡航，骑起来算蛮舒服的。哇，这台车会让我想到那个 James Bond， 就是007那种英国绅士风格，然后什么东西都非常细致、很细腻，然后整体起来都非常扎实、干干净净，然后可是又快很准。相较起来 ，MT-19就是野兽。这悬吊反应真的感觉好好哦。感觉它遇到这些路况不好的地方，回弹什么的都贴得很顺，不会有太多的弹跳。不过论价格来讲啊，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 MT-09卖这么好，因为可以有拿到3缸的乐趣，然后价钱又这么的吸引人。那这台车它虽然整体起来当然比MT-09好，可是因为价格关系，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比较却步，而加上是英国车，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后续保养什么的。但我说真的，如果你有这个预算，想要玩这种3缸车种的话，这台车真的会让你惊艳的。好，前刹。啊，四骑很短，有些四骑很爽。哦，真好骑。Who's next in line for that one? I don't know. I'll take that one. Force of the wind, and you just kind of lay like this.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is? Never tried. I love it. It feels so much refined than the FT09, as I rode that one. And I mean, that one has a lot of power, a lot of torque. It's like Torque Monster. And this one's more like O-tune. Like the power delivery is pretty smooth all around. And then like whatever you give into, it just feels like it responds quite quickly. And then okay, so with the FT09, the feeling is a little bit interesting where you give it and it punches you like a little bit, right? But you feel that power. And this one is all like, all right, here we go. Yeah. Nice and smooth, but the power just keeps coming on, which is great. Yeah, I love it. I know my Ninja 1000's like that. Just Right. never use it all. 那这次试骑就到这边，谢谢大家。How'd you like it? Oh, I love it. Yeah, I rode the FT09 before, and then this one's a lot more refined in every way possible. Yeah.